叶大宗主，你们飞那么高干什么？因为你只配在泥里仰望我。你一个修为都没了的废人，扛根破管子，也敢指着我？那就再见吧，宗主大人。我一个21世纪的普通二本大学生，一睁眼就穿成了个被废掉修为的倒霉蛋。林渊，你修为已经废了，现在就是一废物，你们高兴就好。林渊，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还拿什么跟我谈以后？人都是要往高处走的，我不可能把一辈子的前程搭在你一个废人身上。把他给我扔进废矿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单方面开除就算了，N+1补偿都不给，还动手殴打员工，这修仙界的职场环境有点难搞啊。满地的破烂废铁，这么多能干活的人，底下还有灵石矿脉。行啊，既然原单位不拿人当人看，这废矿就当是我的创业孵化基地了。这帮修仙的天天就知道闭关打坐，是一点数理化都不学。看看这飞剑，含碳量高的离谱，脆得跟饼干似的。还有这炼丹炉残片，耐火材料全靠玄学阵法硬撑，阵法一破，全成了废铁。灵力没了无所谓，物理学定律在这个世界一样管用。搞不到极品飞剑，那我就自己手搓一把纯物理的高碳钢重刀。就这么点破石头，你糊弄鬼呢？今天胶不够亮，老子让你把这些矿石生吃了！我连着干了2天大夜班，一口饭都没吃过，能挖出这些已经是拼了命了。原来是你这个刚被废了修为扔下来的废物，怎么连老子的闲事也敢管？找死是不是？闲事我不管，但我未来的优秀员工要是被你打坏了，你替他上夜班？上什么夜班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废人也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跟我讲规矩？你误会了，我是来给这儿定规矩的。正愁开张缺个倒霉蛋，今天就拿你开刀吧。拿块连灵气都没有的破铜烂铁，就想在老子面前装大爷？一个修为全废的废物，我今天就让你开开眼，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仙家法器。看清楚了，这可是青铜精母打造、吸纳过天地灵气的下品仙剑。切你这块废铁！完了，这可是仙剑，跟切豆腐一样，这回真要撑不住了。那玩意儿一下来，石头都能劈开啊！青铜？我没听错吧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青铜当武器？连铁器时代都没进化到，搁这跟我装什么高科技？我的仙剑，这不可能！你使了什么妖法？硬度确实还行，但韧性太差，回头重修一下材料力学吧。大哥，你这黑铁疙瘩连仙剑都不能干断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反了天了，竟然敢在青云宗的矿上闹事，给我把他拿下！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待会儿挨个部门去发通告了。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原地办个交接仪式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结阵！打群架还慢的独条摆阵，你们这工作效率太低了。你敢抢令牌？这矿山可是青云宗的产业，你这是找死！纠正一下，这不叫抢，这叫不良资产城主。原单位经营不善，我亲自来接盘。都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这地方我说了算。想活得像个人，以后就按我的公司规矩。李远，你等着，我回去禀报宗主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对，你死定了！慢走不送，记得带够人。
大哥，以后我们就跟你干了。老大，我们跟你干，我们跟你干。行，那就开工干活。大哥，监工是让咱们赶跑了，可大家这每天的吃喝也是个无底洞啊！就靠咱们这双手挖，累死一天也刨不出几块零食来卖啊！靠肩膀扛，这么干到明年咱们也翻不了身。从现在起，你带人按我画的这张图，把矿场上那些废铁管和粗铁链全找过来。大哥，这铁疙瘩一没画阵法，二没塞零食，就凭这几根铁链子，真能把矿石拉上来？能不能拉上来，你去摇2圈不就知道了？我的个老天爷，真没用灵力，这铁皮车自己就跑上来了。大哥，你这是使的什么仙家法术啊？这不叫法术，这叫滑轮组和自动化。看见没？以后别搁这儿跟我拼什么体力，拼科技，这才叫真正的挖矿。大哥，大家长大这么大，都没见过这么多白面馒头和肉汤，你突然搞这么好，是不是打算让咱们吃完这顿，就下去跟妖兽拼命？拼命？命都没了，谁给我干活？吃饱了脑子才转得动，别瞎琢磨了，赶紧吃。这叫员工基本福利。大哥，有了你造的机器，咱们以后只要拼命挖矿，绝对能卖不少零食，大家伙跟着你一起发大财。靠挖矿能挣几个钱？卖原材料永远是最底端的生意。真想发大财，还得靠脑子。铁柱，吃完饭找人拉2车那边的河沙和臭盐矿回来。啊，拉那玩意儿干啥？那都是修仙者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垃圾啊！垃圾？明天我就让这帮修仙的见识见识，什么叫高端奢侈品。大哥，沙子和臭盐块都拉来了，可这盐吃了拉肚子，沙子就是地上的烂泥，这咋变成你昨晚说的高端货？变成高端货靠的是技术，盐发臭是因为里面有杂质。铁柱，把盐块敲碎，融进水里，找几块木炭和细沙，铺在漏斗里过滤，最后上锅熬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比山顶上的雪还要白，这玩意儿真的能吃？不仅能吃，还比你们青云宗宗主平时吃的都要纯。不信你尝尝。绝了，一点苦涩味都没了，纯咸。大哥，你真是神了！等等，大哥，你手里那块透明的冰叉子又是什么宝贝？这宝贝叫玻璃镜，修仙界那帮人用的青铜镜，连脸上的黑头都照不清。这东西拿出去，绝对是降维打击。走，带上东西，咱们去访视。去访视？那可是青云宗的地盘，咱们带这么好的东西去，万一被那些修仙弟子抢了咋办？怕他们抢？我是怕他们兜里的零食不够我赚的。走，今天带你们搞一波饥饿营销。大哥，咱们都在这儿干坐半个时辰了，连个问价的都没有。要不咱们把这牌子上的价格偷偷降一点？降价？你见过哪家奢侈品是靠降价卖出去的？稳住，我们的目标客户不看价格，只看牌面。你看，送钱的这不就来了？100灵石，2个身上连半点灵气都没有的凡人，拿块破布盖着个烂玩意儿，也敢在青云宗的访视？你们是想钱想疯了吧？是不是疯了？你先看看货再说。今天算你运气好，免费让你开开眼。这是什么极品法宝？竟然连发丝上的微光都能照得一清二楚。这宝物，你真的100灵石卖给我？100灵石卖给你，你误会了。这100灵石只是你看他一眼的参观费。至于这件宝贝，今天不卖。不卖你摆出来干什么？我出200灵石，不，500灵石，立刻给我包起来！我不卖，是因为这叫限量版首发，想要可以。现在灵石改成拍卖会，底价500灵石，价高者得。
起步价110，110。在我这叫卖，连管理费都不交，你们是不想混了吧？交管理费，没问题。按流程拿你们的营业执照来看看。老子的话就是这坊市的规矩。今天不把这些宝贝全留下，你们谁也别想站着走出去。铁柱，把东西收起来。现在想收，晚了，给我抢过来！在现代商业法里，这叫强买强卖，是不行的。你敢在坊市动手，老子记住你了！等坊市背后的护卫队来了，非你们那破矿山给平了不可！砸矿山，那得看他们砸不砸得动。第一笔启动资金已经到手了，咱们该建个厂子了。得嘞！大哥，坊市那帮人抢疯了，咱们这回可是真发大财了！兄弟们都盼着今晚摆几桌，好好庆祝庆祝呢！庆祝，赚这点钱不算本事，能把这笔钱变成更大的盘子，才叫真发财。这盘子还不够大，咱们天天都能躺着数钱，多稳当啊！别人一脚就能踹翻的摊子，不叫稳当。去买砖石木料，建仓库，做流水线。我要把这废矿变成一个谁也打不散的铁盘子。乖乖，大哥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这么一弄，这铁盘子还真支棱起来了。可咱们把架子搭得这么大，光靠镜子和盐也填不满啊！接下来到底要卖啥？修仙界最暴利的买卖是什么？那肯定是宗门丹房的灵丹啊！那下一个，我们就做灵丹。大哥，草药全拉来了，可人家的丹房靠的都是炼丹大师和祖传秘方，咱这连个正经丹炉都没有，拿什么跟人家拼品牌？拿什么拼品牌？我根本没打算跟他们拼品牌。去开3号阀门，加压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几百颗药丸子怎么长得都一样？可人家圣地卖药讲究的都是玄机，大小不一样才越玄乎啊！对，他们卖的是玄乎，但我卖的是稳定。他们那种炼丹靠感觉掌控火候，10炉能废掉8炉，那叫靠天吃饭的小作坊。每一粒成分完全一样，吃着绝对不死人。这叫现代品控。先把这帮炼丹大师的摊子掀翻再说。我的乖乖，神了！一口下去，灵气瞬间就补满了，真补满了！你刚才可是连吞了3颗，经脉居然一点都不觉得烧。烧个屁！这药比圣地的药便宜1半，药劲儿还这么足。给我来10瓶！我出双倍价，给我拿2箱，后面的别挤了，老子全包了！全包了！你想得美！大家伙把眼睛擦亮了自己看，圣地卖的高阶丹，底下一层黑火毒，再看看龙腾这白药片，干干净净。这么多年，圣地那是咱们当韭菜割呀，砸了这黑店。对，这个圣地的药坑了咱们多少年，以后咱们只买龙腾的药。去他娘的圣地！以后谁还买他们的毒药？铁柱兄弟，这是100块灵石。今天连你这专药的空箱子我也要！扛走，扛走！连垫桌子的破木板你也一起扛走，零食扔袋子里，别扯我衣服，后面的别挤了，真的一瓶都没了。
大哥，全卖空了！这帮人跟饿狼下山一样，连咱们装药的空箱子都硬生生给扛走了。扛走也好，就当给咱们满纺市打广告了。既然市场已经测出来了，那就让各车间放开干。放开干，大哥，那咱们这产量得多加多少啊？10台机器连轴转，10台不够，再开20条流水线。3班倒，人停机器不停。3天之内，我要让这坊市上再也看不见一瓶圣地的药。宗主，出大事了！咱们圣地名下那几十家丹铺，这3天一瓶丹药都没卖出去。慌什么？不过是坊市里出了几瓶便宜货，也值得你吓成这副样子。不是几瓶啊，宗主，是1天几万瓶，没有一丝火毒，药劲儿还稳，价钱连咱们一半都不到。现在满坊市的人都在抢他们的货，咱们的丹铺已经3天没开张了。1天几万瓶，放眼整个修仙界，谁有这个本事？还装死！你自己跟宗主说清楚，那座矿到底怎么丢的？宗主饶命，不是小的有意隐瞒，是林渊，就是那个被您扔下废矿的林渊，他根本没死，他现在占了矿山，地下那些苦工全跟了他，还开了一个工坊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个丹田被我踩碎的废人，就凭他，也配在一座废矿里立名头，还开什么工坊？宗主，那林渊自然不值一提，可他手里那套东西，怕是真不简单。没灵力却能产这么多丹药，看来那废矿底下不光有矿，8成还埋着不用灵气的上古机关。难怪一个废人也翻出浪花。上古机关，宗主，那咱们是不是立刻派监卫下去，把那座废矿收回来？收回来？要是抢的时候把机关弄坏了，你来赔吗？一条断了脊梁的狗，不过是在废矿里捡了根好骨头，还不配让我亲自下场。去，把苏木瑶叫来。她不是林渊的师妹吗？让她去废矿走一趟，把那套机关的图纸给我带回来。是，宗主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废人就是废人，东西落在他手里，也只是替我看着罢的。大哥，他把图纸偷走了，你刚才为啥拉着我，不让我把他摁住？按住他干什么？我故意把图纸摊在桌上，连门都不锁，就是为了方便他带走。让他带走？大哥，那可是咱们1天出几万瓶药的命根子啊！万剑圣毒要是照着图纸把那铁疙瘩造出来，那咱们的买卖不就全砸了？铁柱，你知道图纸上画的那个密封脏压炉靠什么扛住里面的高压吗？靠啥？不就是靠图上画的那些厚管子吗？靠的是高碳黑钢和毫无缝隙的现代焊接。那帮人只会用青铜和黄泥去糊丹炉，他们拿着我的真图纸，造一个全封闭的青铜罐子，再用极高温度的灵火去死命的烧。那会咋样？那就不叫炼药了，在物理学上那叫一颗超级大炸弹。图纸是真的，现在就看叶昏云的命够不够硬。好，好一个不漏气的聚气阵，难怪那废人能炼出没有火毒的丹药。传我的令，立刻去仿世界巨款买最好的青铜，连夜把这神炉给我铸出来。明天我要在仿制中心当着全天下散星的面当众开炉。宗主，借1000万灵石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您名下那30家丹铺，这几天被废矿挤兑的，可是连1文钱的进账都没有啊！哼，没进账是因为我在给这尊上古神炉腾地方。看看这构造，全封闭无漏气，一旦造出来，锁住10成药效，不出3天，本宗主就能把你这钱庄全都买下来。能买下来那感情好，
但在商言商，没见到神炉之前，你得拿那30家丹铺的地契做抵押。抵押就抵押，拿钱！去，把市面上最贵、最硬的陨形赤铜全给我包了。图纸上画了，这炉壁必须极其厚实，才能彻底锁住这逆天的造化。痛快！不愧是叶宗主，这破釜沉舟的气魄就是不一样。来人，给叶宗主提灵石。宗主，这神炉真是气派。林渊那些吐白烟的破烂铁疙瘩，在他面前简直就是一堆废铁。今天我就让全天下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正统大道。来人，把最高阶的极品灵炭全填进去，将这神炉的顶壁给我用玄铁枝彻底焊死。给我起最高温的灵火，我不要停。我要让这第一炉药把林渊的底盘彻底碾碎。大哥，叶凌云那王八蛋真把那炉子造出来了，几百斤极品灵炭全填进去了，他们还把盖子全给封死了，这能行吗？封死了，那就好。几百斤灵炭在绝对密封的青铜容器里干烧，内部压紧会成指数级飘升，青铜的屈服强度根本扛不住。扛不住？大哥，那会咋样啊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把耳朵捂上。宗主快看，这神炉在震动，马上要破炉而出了。破炉而出，在本宗主的无漏聚气阵，他插翅难飞。火候还不够，给我继续加火，狠狠的烧。叶宗主，这炉子怎么听着像要裂了？裂了！金掌柜，这是极品神丹出世的异象。今天本宗主就让你们开开眼，我这炉药注定要。我的地契，我的千万灵石全炸没了！叶凌云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你今天必须还我的钱！林渊，你敢暗算我？集合剑卫！今天我要把那废矿围了，把林渊给我救出来！林渊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给我滚出来！我今天把你这破铁皮厂给我拆了！想拆了我大哥的厂子，你问问兄弟们手里的家伙答不答应？拿一堆破铜烂铁当家伙，你们这群凡人是疯了吗？剑修面前，你们连蝼蚁都不如。现在把厂子交出来，宗主或许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呸！以前给你们当牛做马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现在大哥给我们发工资，吃白面。今天谁敢动厂子，老子和他过不去！护他！护他！一群给脸不要脸的蝼蚁！既然你们想不开，那本宗主就成全你们！剑卫升空，给我上！铁柱，你们都往后站。叶宗主带着一帮人强闯我的重工业基地，打坏我的了设备，你拿什么来赔？让我没钱？你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人，毁了我的基业，现在还敢和本宗主谈赔偿？今天我就把你的铁锅子全融化了，这就是最好的赔偿！铁柱，去1号仓库，天上那帮人想看咱们的底牌，把火龙破甲桶扛出来。得嘞！
大哥，破甲弹都装好了，随时能把天上那帮飞剑炸成黑炭。炸成黑炭，林渊，你真是穷途末路了。笑死！你那破铁管子上连一丝一毫的灵气变动都没有，拿一根空心的破铁管子就想挡住我万剑宗的精锐剑针？挡？你想多了，真正的力量不需要灵气变动，只需要3000摄氏度的炮弹。再见吧，宗主大人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明明是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废人，那根破铁管到底是什么妖术，竟然一击破了万剑宗的剑阵？哟，这不都是万剑宗的天上神仙吗？怎么一发炮弹全给崩成一地野鸡了？叶大宗主，看来你们的护体真气也不行啊，最后还是扛不住我的炮弹。现在能好好谈谈赔偿我们的损失吗？林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用暗器毁了万剑宗的底蕴，把我们宗主伤成这样，现在还想怎么样？林渊，你毁我基业，破我剑阵，这笔账殷大当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他出关之日，一定会把这里彻底踏平。好恐怖的威压，是殷大当家显示了。干爹，干爹救我！这小子手里有妖气，快替我消灭他！废物，给了你那么多资源，连个没有灵力的凡人都摆不平。今日先留着凡人一命，待本座3日后出关，必将这铁皮厂彻底拆了。行啊，既然你要把人带走，我也不拦你。但是下次来我这儿记得申请下航线，不然下回等着你的可就不是炮弹了，而是其他的。狂妄的蝼蚁，竟无视本座！你给本座等着，3日后，本座定要将你这里铲平！殷大当家，带上我们一起走！我们的本命飞剑都废了，留在这里我们根本撑不住。闭嘴！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，连个凡人都打不过，还有脸让我救？干爹，咱们走！被抛弃了，他居然让我们留在这里。宗门破产了，法宝没了，连宗主都不要我们了。铁柱，去搬个桌子出来，我们招工。王长老是吧？简历上写着你以前是筑基期剑修，核心技能是御剑飞行和清风剑法。正是，老夫的剑法在宗门里也是排得上号的。不好意思，你这剑法去大街上卖艺还行，在流水线上螺丝都拧不紧。试用期1500灵师，管1日3餐，能接受不？能接受，能接受。老夫，哦不，我可以的。下一个，应聘保洁的往左边走，应聘搬砖的往右边走。排好队，别插队。我不应聘搬砖，我应聘炼器。我叫楚瑶，我喜欢研究铁器。宗门说我是神经病，把我开除了。老板，你让我进厂吧，我什么都能造。什么都能造，行。给你出一道笔考题，在没有灵气输入的情况下，怎么通过这个把1斤的力气放大成100斤的输出？看不懂，出门左转去食堂洗碗。不用灵力就能让力量呈几何倍数丧大，这是何等惊人的天道法则！老板，不，祖师爷，只要让我学这个天道法则，我不要工资，
我给你打一辈子铁都行。很好，明天就上岗。殷大当家3天后就要出关了，这3天我要你带着这群剑修，把图纸上这座高塔给我焊出来。干爹，你终于出关了！咱们的弹药盘子被砸了，万剑宗也被林渊搞破产了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，干爹！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也敢动我的人，传本座令，召集300精锐剑卫，本座要亲自去会一会那个龙腾重工。想当年老夫的手可是用来捏剑诀的，哎，现在居然在这儿捏电焊枪。3号高塔底座的螺丝给我拧紧，要是影响了感应仙鸾的磁场震荡，你们这个月的底薪可就保不住了。大哥，外面眼线说殷无极带着300多个会飞的剑修过来了，咱们这座铁塔真能应对那些飞天遁地的神仙？神仙，说白了，他们御剑飞行就像是一群连着免费 WiFi 的遥控飞机。这座塔叫全频度电磁扰灵塔，它能让这片区域的灵气联动失去响应，直接断掉他们的信号。弄个奇形怪状的铁珠子，就以为能拦得住本座的金丹之威？黑卫听令，结阵，把这座铁皮厂给我清成一片废铁！楚瑶，启动。殷大当家，欢迎来到龙腾重工禁飞区。在我的地盘，要遵守万有引力规则。林渊，你别以为封了灵气就能赢。本座是金丹期金身，就算不用法术，单凭这具肉身，你们也赢不了。林渊，本座这金丹真火，温度足以焚山煮海。就算你这铁皮厂再硬，我也要把这里的这些铁家伙一起化成铁水。老板，检测到车间外部出现超频热能反应，超高呈指数级上升，温度还在呈指数级升。这么大的热能，白白散在空气里，太浪费了。把外墙的灵能呼吸阵列全部打开，直接混入主电网。老板，热能转化率突破80%，3号高龙的备用电池充满了，流水线全线供电稳定。老板，这老头是个极其优质的超大功率发电机啊！金丹真火，温度确实不错，替我省了厂里半个月的煤炭开销。感谢殷大当家不远万里来给我供电。我是被叶凌云这个混蛋骗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重新开始。苏沐瑶，你现在哭，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只是因为你发现自己没路可走了。大门在那边，你们3个现在就可以走了。不，我不能走。万剑宗破产了，外面全是讨债的散修，我们现在修为全无。要是走出这片工厂，绝对会被外面的仇家堵住的。林渊，不，林老板，求你让我们留下吧，我们不要工钱，管口饭吃就行，只要让我们待在这个厂里避难。但龙腾制工不养闲人，想留下避难，就得干活。楚瑶，带他们去办入职手续，明早9点准时打卡上班。愣着干什么？签合同吧。修仙界可没这种好待遇。近
场打螺丝，安全第一条。今天不努力，明天喝西北风。老严啊，你这膀子真有力气，打出来的钢板比机床压的还平，好好干。这个月的车间盲膜绝对是你，奖金有200块呢。7沉3填，力大双臂，这玉梅的步伐居然对强身健体有奇效。开饭啦！今天食堂有红烧肉，谁也别和我抢。大哥，这帮人干活还真是一把好手，产量全超标了。第一批火车头的零件组装完成了吧？准备铺轨，咱们的工业区该向修仙界的更深处开荒了。没有阵法，这尊钢铁巨兽的压迫感竟然比传说中的上古神兽还要恐怖。这就是他说的物理学。老板，开拓者1号自检完毕了，而且我们铺设了磁场延伸模块，只要这列火车开过的地方，禁飞断网区就会扩张。我们要把真理和物理法则铺满整个修仙界了。大本营就交给各位了，大家守好场子，好好打螺丝。等我把外面的版图铺完，年底回来发双倍年终奖。这几千年来，修仙者高高在上，把凡人踩在泥里当耗材。但从今天起，这个旧时代该翻页了。我要让这陈腐的天道听听钢铁的心跳。大哥，铁轨的前方就是修仙界的中州大陆了，那里有上百个宗门和无数的灵矿，咱们去干嘛？去干嘛？去给整个修仙界通上现代文明的网。这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。